敲着二郎腿的魏婴笑嘻嘻道：“啊，踢到你了吗？那真是对不起呀。”然后他表情诚恳地挪了挪，二郎腿却不肯放下，还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又踢到了蓝湛的小腿。蓝湛忍无可忍地放下了笔，道：“魏婴，你干什么？”魏婴做吃惊状：“啊，又踢到你了，都怪我腿太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蓝湛冷冷道：“多抄一遍，仪态不端。”魏婴这回是真的想哭了，他哀嚎：“蓝湛，你不能这样啊！我都向你道歉了，实在不行我多说几遍还不行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蓝湛看都不看他一眼，拿起笔继续写：“你根本毫无悔过之心。”对面的魏婴似是再没了瞎胡闹的劲头，一下子安静下来。蓝湛直到写完了手上这张试卷，都再没听到魏婴说话，内心不免暗想，这实在是太不正常了。蓝湛于是抬头看向对面，魏婴睡着了，他就那样毫无仪态地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脸侧着枕在抱起的双臂上，把桌上抄完的没抄完的一大堆纸压得凌乱不堪。正是午休时间，办公室里没有开灯，窗外也没有照进来的阳光，魏婴的脸一半埋在手臂里，一半在昏暗的光里，但蓝湛就是觉得魏婴真的很好看。魏婴的皮肤很好，白白嫩嫩的，眼睫毛不算很长，在眼下打下一小片阴影。那张总带7分笑意的脸，似乎连睡着了也还是笑的。这样的安静的魏婴，不会插科打诨，也不会出言挑衅，不属于任何人，虽然也不属于他，但至少在这一刻，只有他能看到。蓝湛突然很想戳一戳他的脸，于是他向魏婴伸出手，伸到一半，却好像回过神来自己在做什么一样，慌忙收回了手。蓝湛最终只是垂眸，无声地叹了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惊动魏婴地把他旁边的那些纸一张张地收集起来，排成正确的顺序，然后又回到他坐的位置，用白纸开始抄校训。蓝湛写字很好看，速度也很快，反正在魏婴睡醒之前，他就把魏婴还差的几遍都给抄完了，然后和之前魏婴自己龙飞凤舞的手稿放在一起，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个尚在熟睡的脑袋旁边。蓝湛想了想，还是没有就这样离开，他又拿出一套卷子开始做。午休结束前5分钟，魏婴准时悠悠醒来，他上有些睡意朦胧的眨眨眼睛，才想起来这里是办公室。他突然嚎了一声：“啊，我校训10遍还没抄完。”蓝湛在旁边收书，余光却看着魏婴。魏婴的头发被压得有点凌乱，脸上还有校服袖子上条纹印出的红印子。刚起床，声音还有点哑，又懒懒的糯糯的，特别可爱。蓝湛不动声色地将魏婴这副模样尽收眼底，然后不疾不徐地在魏婴反应过来之前，伸手拿了他旁边那一沓抄好的纸，道：“你抄完了，可以回去了。”魏婴还有点懵，然后很快反应过来，笑嘻嘻地道谢：“谢谢你，蓝湛，你真是个好人，特别感谢你，有时间请你吃饭啊。”蓝湛摇了摇头，不发一言。魏婴很快就跑走了。蓝湛一边想自己是不是被发了所谓的好人卡，一边认真地给教导主任留了一张魏婴已按时抄完10遍校训的字条，便拿着书回班了。这周的周日，蓝湛惯例来得很早，不过稀奇的是魏婴也来得很早。魏婴的校服看起来有点臃肿，蓝湛皱眉，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在校服里藏了东西。魏婴一进教室门就看见了蓝湛正坐在位置上，眼睛顿时一亮，他3步做2步地跑到位置上，神神秘秘地道：“蓝湛，为了感谢你前几天的搭救，我决定送你一些东西作为报偿。”蓝湛的直觉告诉他，不会是什么好处理的东西。然后魏婴就从校服外套里掏出了2个兔子馒头。蓝湛是真的无言以对。魏婴把2个兔子馒头推给他，说：“送你的，最近我看这个很受欢迎。”2个兔子馒头都是圆滚滚的，有长长的圆圆的小耳朵，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五官好像尽量做出了一些不同。黑色的兔子3瓣嘴咧得开些，白色的却像是紧闭的，看上去很不开心。蓝湛心想，这种可爱的小东西不应该是在女孩子里比较受欢迎吗？魏婴不由分说的又推了推：“你快点收下吧，我为了防止江城跟我抢，特地起早了，还特地葬在衣服里。”蓝湛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他道了声谢谢，
魏婴摆摆手，小事，是我要谢谢你啊，蓝湛。蓝湛未再答话，他只是接过了那个装着2个兔子馒头的袋子，然后细致的不让边角一点折损的塞进了抽屉。他摸了摸形状可爱的兔子馒头，还是温热的，好像还带着魏婴一路上的体温。结果几周之后，周日的课就停了，据说是教育局要检查，学校领导只得下了取消周日加课的通知。听到这个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像魏婴这样的，自然因为可以少上1天课振奋不已，结果被江城一顿臭骂他不思进取，也有觉得高中了多上课对学习复习都好的，这么一检查取消了课反而不满。但对蓝湛来说都无所谓，上课与不上课，他都是那个时间起床，然后学习。只是没办法那样尽地见到魏婴了。蓝湛搁下手上的笔，走出房门，接了一杯水。在客厅里看报纸的蓝焕看了他一眼，关切道：“阿湛，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你看上去心情不太好。”蓝湛抿了一口水，放下水杯。他对着蓝焕轻轻摇了摇头，答道：“没有的事。”蓝湛还是每日的在学校里能看见魏婴，但在很少说话。蓝湛想，可能也就这样了。他记在小本子上的事越来越少，记在心里的事却越来越多。他想，魏婴很喜欢女孩子，而且很讨女孩子喜欢。他想，魏婴是很温柔的人，他会在别人没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很贴心。他想，魏婴总是嬉皮笑脸的，哪里有那么多好笑的事情？但魏婴笑起来真好看，那么纯粹又明媚的笑容，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皱起眉头。但蓝湛想，可能也就到此为止了。魏婴会成为他年少时不可企及的最亮的一束光，那些在时光里悄悄生长的情愫也会在时光里悄悄地消失。魏婴这个名字，或许在很多年后会成为他记忆里一段时光的代名词，也仅此而已。而蓝湛本就只是魏婴在最恣意的高中年代里一个严苛刻版的过客罢了，但他没有想到后来还会有那样的事发生。蓝湛闭上眼睛，强撑着的泪水还是滑了下来。下一秒，他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拥住。那个怀抱的主人有些慌乱地喊：“蓝湛！”又似乎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他还是只说了：“蓝湛，我在这里。”蓝湛闭着眼睛，难得的软弱一次，他将头顺从地靠在魏婴身上，想：去他妈的，到此为止！魏婴这样的人，活该他念一辈子。魏婴路过一般的教室，动作非常自然地看向教室里一个中间的座位，没有那个背脊挺得笔直的身影，是空的。魏婴一愣，又是空的。蓝湛2天不来上学，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蓝湛可是那种生病也会坚持来学校的好学生。魏婴有点心不在焉地走回自己班上，想：蓝湛这是出了什么事吗？听说蓝湛家好像出了点事，他也受了伤，在住院。江城有点不耐烦地说，他实在是受不了魏婴时不时的大声碎碎念了。什么？住院了？魏婴以更大的声音喊起来。